大家好，欢迎来到三晋看天下。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内容，欢迎点赞、订阅、转发，打开小铃铛，接收最新时事热点。最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又火了一把。武契奇今年多次进入我们大众的视野，包括近乎于声泪俱下的感谢中国的援助，还有不久之后的亲吻国旗，以及和特朗普签订所谓的合约。最后就是前不久塞尔维亚召开的一场记者会。10月8日，主管欧盟东扩的专员奥利弗·瓦尔赫里出访塞尔维亚。会议结束后，武契奇和瓦尔赫里出席记者会。记者会上，有个记者问道：如何看待欧盟委员会今年编写的塞尔维亚年度事务报告？这个所谓的年度报告是白皮的老手艺了，之前英国还给咱们写过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所以这个报告里究竟是什么内容，也不用详细介绍了吧。当然，武契奇也不是头一回经历了。去年4月29日，欧盟邀请巴尔干国家在柏林举行非正式首脑峰会，结果会议后半段突然变成了塞尔维亚批斗大会。用武契奇本人的话来说，是听到了雪崩般的指责。于是，武契奇看了看这份报告，回应道：这份报告列举了我一长串的罪行，其实他们不用都写出来，我都承认。这话一出，给旁边的瓦尔赫里吓了一跳，听得一愣一愣的。说实话，这一手谁也没能想到，一时间我仿佛在武契奇身上看到了入关的影子。武契奇仿佛在发挥不变精的精神，说了一句我就是个蛮夷。武契奇接着说，是我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增强塞尔维亚国防力量，是我说直到示威者占领政府机构之前都不要伤害他们，才导致这么多警察受伤，这都是我干的。在记者正在提问下一个问题时，武契奇又突然打断，补了一句：但我还会购买更多无人机，从另一个有问题的国家，因为我要保护塞尔维亚，我的祖国。瓦尔赫里一脸疑惑地扭头看向他，武契奇却一脸淡定，仿佛把我错了下次还敢写在了脸上。我就吃2碗粉了，怎么着吧？武契奇这个人确实不简单。作为一个弱小国家的领导人，怎么样才能在夹缝之中求生？安倍晋三和武契奇就是最好的例子，实用主义，一切为了本国国民。塞尔维亚难道不想加入欧盟吗？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内陆小国，没有出海口，经济不景气，政局也不稳定，加入欧盟是塞尔维亚最好的选择。武契奇早就把入欧作为目标，如果欧盟不像现在这样，武契奇至于通中勾俄吗？俄罗斯自身难保，中国则远水难救近渴，欧盟但凡能给他一点好处，武契奇都不至于会声泪俱下的感谢中国。说回武契奇白宫受辱事件，当时特朗普可谓是耍足了阴招，不仅临时更换会面地点，让武契奇堂堂一国总统坐在小板凳上，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特朗普还在协议里临时加了不少私货，比如要求塞尔维亚将使馆搬到耶路撒冷，以及关于塞尔维亚的5G 建设。也难怪武契奇看到之后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即便如此，武契奇还是签了协议。这份协议和俄罗斯也有关，协议中提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能源多样化，意思是要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蛋糕。我们奉行不结盟原则，但是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可是结结实实的盟友。1999年时，俄罗斯穷得叮当响，还派唯一的航母去支持塞尔维亚。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向武契奇开炮，咱们这边也有人用农夫与蛇来形容武契奇的行为。然而，事情根本就不是外界推测的那样。武契奇随后与俄罗斯外交长拉夫罗夫以及普京分别通了电话，他明确地表示，当时在白宫，他亲自为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辩护，包括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并拒绝西方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最终，普京居然破天荒地向武契奇道歉，扎哈罗娃同样也道了歉。至于使馆签不签，按照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塞尔维亚已明确表态，如果以色列承认科索沃是一个国家，那塞尔维亚就不会将使馆搬去耶路撒冷，而且这将损害塞尔维亚和以色列本已亲密的关系，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就这么简单。这下轮到以色列傻眼了。根据在白宫达成的协议，科索沃承认以色列，那同样以色列承认科索沃是一个国家。但武契奇又说，
我们是有前提的。想要让我们签使馆，以色列必须尊重塞尔维亚。你又承认科索沃是一个国家，那还算什么尊重？所以，塞尔维亚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科索沃问题解决之前是不会前往耶路撒冷的。还有就是武器建设问题。美国当时在协议上临时塞的是，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承诺禁止使用不受信任的武器供应商产品，如果已经用了，应及时替换掉。在美国方面看来，所谓的不受信任的自然指的是中国的武器设备供应商。但是回到塞尔维亚后，武契奇很快接见了中国大使陈波。按照中国大使馆官网的表述，武契奇通报华盛顿会晤和布鲁塞尔对话有关情况，并就双边关系发展交换意见。武契奇表示感谢中国对塞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塞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强调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是塞可靠的合作伙伴，塞方将同中方在包括电信在内的各个领域开展合作。9月14日，华为在贝尔格莱德设立塞尔维亚创新中心，还特意搞了一个仪式。中方的陈波大使、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都出席了揭幕仪式。你特朗普在协议里白纸黑字写的是不受信任的武器供应商啊，中国的设备没有问题，很值得信任，哪里有问题吗？这个结果很显而易见了，在这几个问题上，武契奇对特朗普展开了一波反击，结结实实地涮了他一把。但我们也不需要将武契奇看得太过亲切。武契奇对于欧盟的回应已经很明确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那么，正如我们开头所说，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欧盟如果可以给塞尔维亚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估计武契奇会毫不犹豫地向欧盟靠拢。塞尔维亚迟迟不能入欧，问题就在于科索沃。科索沃曾经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1999年6月，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承认。但是塞尔维亚始终坚持其对科索沃拥有主权。武契奇的目标是2026年加入欧盟，但欧盟的意思是你必须先承认科索沃有独立主权。欧盟为什么如此在意科索沃呢？因为现在的欧盟在科索沃的话语权极大。特朗普邀请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签署经济协议，武契奇去了，科索沃当局领导人哈希姆萨奇却没去。因为在谈判前夕，科索沃的一个特殊法庭突然以战争罪起诉萨奇，导致萨奇不得不取消了前往白宫的计划。这个特殊的法庭全称为科索沃专家分庭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明明是一个根据科索沃当地法律建立起来的法庭，一共21名法官却无一人是科索沃人，绝大部分是欧盟国成员派遣。也就是说，欧盟可以随时对科索沃进行司法上的干预，欧盟对科索沃的控制程度可见一斑。武契奇真的是太难了，欧盟一边咄咄逼人地对塞尔维亚通中勾俄进行批判，一边又对科索沃这块肉死死咬住不肯松口，也难怪武契奇看到中国提供的帮助会如此之激动。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讨论，关注我们，我们将持续解读时事热点。